这条视频回复一下你们近期的高热评论。你孵化的小蓝环章鱼到底怎么样了？咋可能凭空消失啊？看你一点都不火。我也想知道，哪能凭空消失呢？它孵化出来那会儿是正好是过年期间，我今年去我老丈人家过的年，然后我妈在家帮我照顾这些小蓝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儿子，你怎么感觉这蓝环越来越少？”过2天又跟我说更少了。我就合计他们之间互吃呢，这个其实是在自然界当中很正常的事，我觉得没事儿。然后过年回来，我打算把这个小蓝环章鱼送给海南星海洋馆。回来一看，我一个都没了。我视频里面那真不是段子，要么就是爬出来了，这个可能性真不大，说实话。要么就是死在里面烂了，然后被水冲走。因为那个玩意儿就这么大一点一个。至于说为啥我一点不火，习惯了，哥们儿。章鱼那玩意儿你没办法100%把它拦截成功在这个鱼缸里，它越狱能力太强了。我也品出来了，这个玩意儿离水之后它活不了，几十分钟基本就干死在地上了。更何况那么小的蓝环，其实说实话跑出来了能咋整？注意点家里面特别烧料，别吃了就得了呗。你媳妇那么好看，到底是咋看上你的？真是为了钱啥都能忍。不是我身上是有粑粑吗？怎么就忍了呢？首先，我媳妇是因为我长得帅跟我在一块儿的，对不起，我媳妇的那个审美，我个人觉得是有些问题，因为我跟她讨论过很多次，比如说拿某一个男明星，除了女生尖叫那种，我媳妇说他长得也不好看呢，瞅着还没你顺眼呢。我就是经过一次这种对话，我确定他是审美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但也不是说我就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吧。再一个，我媳妇的条件比我好很多，就她名下的资产掐一块比我值钱。我媳妇的前男友们那更是个顶个比我优秀。至于为啥看上我，谈恋爱和婚姻这个东西，我个人观点啊，最终的选择不一定是你众多备选当中条件最好的那一个，而是他最想要的优点你有，他最不想要的缺点恰好你没有。举一个上限，取一个下限，可能中间的这些东西你照别人差很多，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是他的首选。我这结婚2年多唠这玩意儿有点早啊。你海洋自在的人设到底是不是剧本？双击杀看着你直接掉头站起来跑那个镜头是怎么完成的？首先不是剧本，其次那个镜头是 AI 做的，这事儿弗兰克在场，他能作证。好吧，他不可能给我作证，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我这个人设我也不想，但你说有时候就是那么惯。哎，一个2米来长大鲨鱼，别人喂就没问题，我夹着刚伸过去，啪站起来掉头就跑，你这事儿你说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以及养啥死啥这个东西，首先我这个人在海水领域，我不喜欢传统意义上的海水观赏鱼，我养的是啥？螳螂虾，各种章鱼，这那。好养的螳螂虾，您翻我就是3、4年前的那只螳螂虾，它在我手里面活了1年多。当然那个东西本身寿命它也不长。还有各种章鱼，那东西本身它就几个月到1年多的寿命本来就短，从海里抓上来的时候基本已经半大不大，甚至有一些都已经成年了，它就剩几个月的寿命了。所以它在我手里只活几个月，这件事是非常正常的，它去海里也活不了多久了。而且就现在你们看到的海洋之灾人设已经是我极力在演示了呀。不发瞎去年哪个渔场我就不提了，在他手里我买了一批观赏鱼，第2天他鱼房水管破裂，发大水给鱼房泡了。这事儿你说我当时是不是足够出一期完整的作品了？整把我流量还挺好的，根本我就没敢发。真的，我已经在很尽力的回避这个人设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去动物园或者海洋馆拍摄，好多次有一个动物，它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园方也说小怪你拍这个在我们人气非常高，而且你拍出来确实肯定很好玩。但是我能看出来这只动物的寿命快走到尽头了。咱动物养多的人就是这点眼力，其实在某些物种上咱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拒绝园方。很多次我拍完了，一旦过2月它死了，这一下就变成了海洋自在去了某个动物园，拍了某个动物，2月人家就死了，我干脆连拍都不敢拍啊！又突然想起来2、3年前有人说我故意把鱼养死博流量，其他类型的主播我不敢说，但是在养动物这一块我是比较能搞事能玩活的嘛。一个有趣的物种在我手里，我能拍出来好几10条它有意思的视频，我为啥非得给它养死我博那一下的流量呢？就你们说海洋之灾啥的，无论是开玩笑还是真心的，这些都行。但是我个人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为了博流量而故意养死任何一只动物。老吕去哪了？这么久没出镜，回家了。老吕一个20多岁出头的大小伙子，他的未来他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未来还要处对象、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巴拉巴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今年夏天还要搬到北京，老吕老家黑龙江的，他要是去北京买房、结婚、生子、娶媳妇儿，他是翻了多少倍呀？人家有人家的人生，你不能在我这儿把人家给耽误了，是吧？正常人谁会养这么多动物？纯就是博流量。首先各位先搞清楚一件事儿，我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有10多年了，那会儿还没有短视频软件呢。当时出现了一个平台，我就是纯分享发视频，可能就有观众缘吧，就是好多人就开始关注我了。之间再往回倒，我从小我就是见到流浪狗我就要往家领，见到流浪猫我就要往家抱那个类型。但是当时我爸妈不让我养，然后我就开始抓虫子玩，抓着那螳螂养起来，然后再抓蚂蚱去喂螳螂。外面看着那个大蜘蛛网，那个大赖赖猪，我也是抓蚂蚱，完了空往人家那个网上放，让他自己抓着吃玩，我要看好玩。我妈就是特别怕蜥蜴和蛇这种东西，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抓了一条野生的蛇，问那个你家孩子要，我就知道我喜欢这玩意儿了。我说我要，我妈说你要我还要蛇，我说我要蛇，最后还是被迫要的我妈。人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童年越缺什么，大了之后越报复性的去搞什么东西。后来我进入社会自己赚钱了，自己买的管不着了吧，我就开始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蛇、蜥蜴、乌龟、蜘蛛、蝎子、蜈蚣，再到最后那个水族异宠一发不可收拾。比如说屏幕前有收藏球鞋的，有收藏手办的，我就收藏动物。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我还不能租房子养，我必须得养在家里。我现在想看10秒钟之内我就得看到这个玩意儿，所以我花在房子上的钱真的好多呀。所以说养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我非常荣幸的是，我分享的这个生活大家喜欢看，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这10多年以来对我的喜欢和支持。我就是一个把钱花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上，然后任性的在家里养了几百只动物的屌丝，所以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今天到了一对亡命鸳鸯，都告诉你，我说骗你，那个水盆子是用来喝水的，不是用来洗手的，更不是用来洗脚的。别抱啊！刚才口误了啊，不是亡命鸳鸯，是恩爱夫妻。让我们隆重欢迎螳螂虾小姐以及她的丈夫螳螂虾先生。我跟你们讲，公螳螂虾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好看死了。你好，女士，这边刚刚查询到你是有一个未婚丧偶的这么一个情况哈，请问是否需要我们的专业援助来为您争夺遗产和孩子的抚养权呢？没事啊，老妹儿，别想你那个死鬼老公了，哥再给你找一个，你先搁这安心过温过水，哥先去蒸锅虾爬子。每回有螳螂虾到，我都可馋这玩意儿了我。另外，刚才有小姑娘搁旁边，我没好意思问你，你水盆里头那个粑粑袋是你拉粑粑的时候做托马斯回旋了，还是说你的歌手捡起来你撇水盆里给我看的你啊？别嘞，一天天我都严重怀疑你是不是搁这嘎达沤化肥呢？过温过水完成，入缸。你先安心搁我这住着，哥现在就去给你找老公去，你放宽心等2天啊。哎，对了，那个新老公没来之前，这个你们对付用，火候不大，应该是能缓过来。48一斤不带籽，我估计是个公的。送给媳妇的生日礼物到了，我得藏在哪儿让她找到才能有足够的惊喜效果？家里宠物多，藏东西是真方便。就这地方，最起码10个回合之内都不可能想到。媳妇儿，你下来来，不干哈，你就下来找找。帮我找找我刚才放那个屁飘哪去了？我闻半天没闻着。唉，撒开！手链好悬没干成，掉坠儿。这没有点又安全又隐秘的宠物吗？哎，袋鼠啊，这玩意儿搁袋里一塞，谁能想到？别动，就放一会儿。哎，找到了，是这个吧？塞不进去呢。哎，等会儿，公袋鼠有袋吗？哎，那我刚才摸的那个是那个我去洗个手，今天这事就当没发生啊，要不然以后俺俩都尴尬。哎，就这儿了。叫唤啥？嘘，憋半天能咋的？就这地方藏的，天底下哪个老公能想到？等我媳妇找到之后，我再把这视频发出来，省得剧透啊！等我捷报，兄弟们，我好像找着了一个连电鳗都电不动的生物。众所周知啊，电鳗的体内可以放出几百伏的电压，可谓是电鳗面前众生平等。泥鳅这种生命力顽强的物种，电鳗甚至都不用碰到就能一击 KO。就连牛蛙这种吃不进去的大型猎物，也会在碰到它的一瞬间被斩于马下。哎，不一定吃，但就是电的玩意儿。甚至是人类这种统治了地球几千年的世界霸主，也会在一瞬间被电晕。更严重的还会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暴瘦专业，真是不可谓不惨呐！媳妇儿，那牛蛙下回少放点辣啊！就这样一个物种，偏偏让我发现了免疫它的生物，就是小龙虾。给你们试验一下啊！看着，瞅着没？电了，但是没用，甚至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它的壳不导电，还是它的内部构造不怕电，甚至电烦了还会夹电鳗嘴唇的玩意儿。要么咋说小龙虾是最泛滥的入侵物种呢？我之前一直想给电鳗找一个同居室友，之前混养的肺鱼号称鱼类血量天花板的都被电鳗给电养蛹了。这回倒是找到了，小龙虾能跟它混养，可是小龙虾长得太丑了。哎，老板，你俩最大的多少钱？到手了。谁说小龙虾没有好看的？天空魔蓝嘛，我怎么把这玩意儿忘了？店里最大的2个让我薅回来了。去吧，我的屁股不入壮士，你们的虾生由此改变。也可能对。来了，跟我计划的一模一样。行了，这俩玩意儿算是搁这里住下了啊。哎，对了，卖我虾那老板跟我说，这虾是1公1母。等我研究一下这玩意儿怎么繁殖的啊。根据物种进化论，我很有可能培养出来一批天生绝缘的小龙虾出来。我这个龙虾电鳗混养组合，那同居的是非常之好。现在是电鳗不电虾，虾不加电鳗，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打破平衡的第三者。
自打虾进这个缸里之后，哎，他天天就蹲这瞅。下来吧，姐，你听句劝，你真跳电鳗缸里了，死的肯定不是虾。但说实话，这次混养其实导致电鳗出了点小问题。它雷达坏了，电鳗的视力极差，眼睛还没有鼻孔大，所以它会在身体周围形成一个电场，用来感知附近的环境和猎物。以前独居的时候，除了它之外的任何波动全是猎物，现在那嘎达趴俩虾，电不动，所以就习惯了周围有生物的存在。结果现在有猎物进电场，反而不知道该不该电了。有好就有坏嘛，只要猫不跳进这缸里，现在我就阿弥陀佛。猫呢？这小欠爪子要是没了，上楼了，上楼了不行啊！提米之前就会自己开接角箱子，漂亮。过程很明确了，先开箱子，放出来一只结角，然后把结角下到断尾，猫跑了，结角藏起来了。瞅吧，找着了。现在给他们住哪已经不是重点了，现在重点是我这衣服再不洗要不了了。就用美的首款医护级除真菌洗护套装，这可是通过了中维安医护级认证的，无孔内筒的设计能把脏东西隔离在外，防止衣物磨损。而且我这种终身与灰尘和动物毛作伴的人，就特别需要 COCO 元气 2.0 自带的小绿棒杀菌功能。毕竟贴身衣服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更友好的是烘干机内配备了烘护元气棒，里边植物萃取的天然芬多精成分能高效去味，程序还可以设置杀菌除螨。以后我算是彻底跟一身动物味和螨虫困扰说再见了。拿出来了啊！手工断尾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它那个尾巴蹭上脏东西了，我一会儿拿碘伏得给它擦一擦。这给孩子吓的，欺负成啥样？你等着，我现在去给你找场子去。贴面，别以为你是我媳妇养的，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严肃点，我不是在跟你玩。你等着，我动不了你，不代表别人动不了你。哥们儿来，喝点水，喝。怎么样？有没有感同身受那只当时被你欺负的结角的那种被强者羞辱的感觉？哥们儿来，吃他猫粮。你吃你的，不用瞅他，有我搁这儿。怎么那么完蛋呢你？哎，喝你口水，你还跑人家里尿尿，还跟我玩上南水北调了。出绝招！去吧，亲密，你不一直想捞虾吗？鱼缸盖都给你打开了，我跟你妈出去溜达一圈，你随便折腾，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人发现的啊！就这玩意儿，我咬他一口，我都得死他前头去。我收了4年的鱼，今天终于让我收着了，不卖关子了啊！火焰乌贼。就这玩意儿有多难收？3年前我看着了一个鱼友手里有，我出了10倍的市场价，人都没卖给我。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收，结果我一个我都没遇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养，但是我养鱼技术那是全网公认的好。科普一下啊，火焰乌贼又称异真乌贼，属于花乌贼属，跟它的远亲蓝环章鱼一样，都属于剧毒的头足类动物。但与蓝环章鱼唾液中含有剧毒的特点不同的是，火焰乌贼是肌肉组织里面含有剧毒。简单来说就是它咬我一口我不一定死，但是我咬它一口我指定死了前头去。相信大家到现在也看出来了，火焰乌贼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玩意儿比起游泳，它更喜欢用那2个小前爪在地下爬。所有的特点总结一下，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贼。所以为了让它活得更好，我要做第一步措施就是这缸里有个螃蟹，我必须给它薅出来。鱼刚到家的时候一般是不吃食的，那螃蟹作为原住民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对鱼发起偷袭。之前他就用这招弄死过一只新来的蓝环章鱼，所以你给我出来！拿夹子还是不行，还得上点智慧型工具。我是杰瑞米·瓦特，生物学家兼极限钓鱼。走，哎，走，哎，夹住，走，哎，上手吧。我感觉我跟螃蟹玩智商多少有点暴露我智商了。打到，照脸锤来，照脸锤他。解气。是谁说我家火焰乌贼活不过3期视频的？说的真准。甚至连1期视频都没活过。完了，就他这个死因吧，我没太整明白。就如果说墨汁是乌贼的口水呢，这是啥？大鼻涕啊！就虽然你有毒，但也不至于淌点大鼻涕给自己毒死了呀。这玩意儿是真不好养，怪不得谁手里都没有活的。而且我现在严重怀疑这大黑鼻涕有毒，这缸我得好好清一下子。我突然发现它的身体挺奇怪呀，就是我夹子轻轻划过的地方，它的那个色素细胞像活过来一样，它还会变色。确认了，全身色素细胞都还活着。哎，清缸。这点黑鼻涕不清，我都怕整缸鱼团灭。我去拿个胶皮手套。赶紧拿走，咬一口你没了，知道不？你没完了，我媳妇让我也得没。这搁我家当猫也算是高危行业了。尸体放冰箱吧，这玩意儿肌肉组织有毒，我都不敢埋。埋完我估计方圆10米之内不带长草的。咦，这玩意儿肯定不是墨汁儿，它不溶于水。而且我以前也养过别的品种的乌贼，就没听说过它喷墨能给自己喷死的。这网和刚才那瓢我都得好好消个毒，要不然我估计以后捞啥啥。洗洁精、洗衣液、碘伏消毒液、双氧水、巴氏消毒液，再来90度医用酒精，搅拌搅拌。就这阵容，我估计啥毒都能给消没了。泡2天，
到时候要是没融化或者没爆炸的话，我估计应该就还能用。今天给这一对在电饭缸里的磨来虾做个炖肠，我已经买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给它放进去？咱戴上这个工业级的绝缘手套，用这个网把握顺下去就完全没有问题。媳妇儿，帮我看着点，电饭过来告诉我啊。好，老公，你怎么了？你没电了？你别吓我！玩笑，闹笑呢，有情趣不？我跟你说，有病吧你吓我！你这别我心脏好了是吧？哎呀，你们说这么瘦个小姑娘，怎么打起人来这么疼呢？这虾也不钻呢。我跟你说，你俩要是再不钻，那电鳗可就过来电你。哦，对，我忘了，你俩根本不怕电，不怕电也赶紧给我钻，我一会儿还要去看蛇蛋呢。这窝反而成了泥鳅的避风港了。哎呦，我突然发现电鳗电泥鳅，泥鳅身上也冒泡啊。电鳗这电要是能给手机充电就好了。哎呀，电鳗充电都不算啥，拿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充，手机反充才叫牛。左下角点多少次了？华为连领取界面都没看到，苹果倒是拿了2台，一大一小。华为新福利加门槛了，不能只下载不注册，实名注册领取界面不就有了？谁注册了都能领？只有看我视频的能，但是别光点，要完成下载注册。进神兽岛解锁凤凰鲲鹏，装备上极品红装，直升400级。我之前拿的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发货图还在。那叫我下个。另外，大家之前看着我家的腊八蛇蛋，不是都非常好奇后续吗？别这样了。而且我家蛇最近下的未受精卵，我都没蛇的比。果然蛇的品种不一样，就连这个坏蛋孵坏了的品相它都不一样。你像有这个话梅蛇蛋，有这个抹茶蛇蛋，还有这个紫薯糖霜大福蛇蛋，以及这是个大枣干啊，这是个。又钓你那绝上青花呢？要不然你真出去钓一钓啊？算了，你那技术也钓不着。是，我都老节日比瓦格人了，等着我这就钓条一模一样的回来给你加餐。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咋的了？你看这鱼跟你的雷龙长得像不？像。你借我钓一下。不行，兄弟，这体型太好了，不行，咱俩做黑鱼呢。也行。钓黑鱼啊，就是用这个雷蛙模拟这个蛤蟆在水面上逃窜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黑鱼就会从下面一个倒扣冲上来。具体手法呢，你就跟这抻不动了，不行，俺俩上鱼塘里钓呢。走啊，正好个坑，300俩点。走。俩人600，我给讲到588，行不？你就先帮我拍，一会儿我上黑鱼之后，完了你再钓啊。哎呀，打给打！翘嘴儿，回去把这个塘里最大的黑鱼给我叫过来。绝对是黑鱼，这个必须是黑鱼，这个再不是黑鱼那就。你也回去，刚才有个小子从这游回去，你给我3颗大嘴巴子。这个大，这个好大。哎，好了，走吧，人都下班了，你一条鱼都没钓着。你钓着了吗？我钓了吗？我不一直给你拍视频来着吗？那也不能空俩爪子。老板，那个最大的黑鱼拿1条。媳妇儿，看这大黑鱼行不行？我跟你讲，溜了半个多小时我才给他。822买的吧？你忘了我能看见你消费短信了？还有你这588花哪儿去了？附近单位200中300，你这都不知道，588是附近单位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钓鱼。哎，你感觉我看。我叫王小怪，捕螳螂虾的老公，公螳螂虾终于到了，去吧，小伙子！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凤凰花烛夜。你是一点都不动啊你！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的我，只能放弃了螳螂虾的繁殖计划。直到有一天，哎，蜕皮了。切入点，这不就来了吗？作为一名年轻时毕业于中药专业的正经毕业生，一个小小的手臂虾皮足以让我挖掘出螳螂虾不可对象的真相。患者齿部脉象微弱无力，似有似无，轻取不应，重按使得视为场脉，因无法关其舌苔，暂定为肾亏伴阳虚。因患者与人类构造不同，故取黄金、枸杞、锁阳、杜仲、桑葚、银阳或八血天进行配伍药浴。你要是想喝的话，你张嘴喝2口也行。这段期间呢，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但是一定要禁止吃什么生冷、辛辣、刺激等食物还有海鲜。别吃了，饿的吧？你的食谱除了海鲜也没剩啥了。就这样调理了半个月之后，我又把螳螂虾放在了一块，结果，哎，有门，公虾转身了，看着没？哎，他好像要那个后面的画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播放了，我给大家口述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公虾在那嘎达，
完了母虾就是咱俩就反正成了。哎，这汤我配的行啊，赶紧给不下点的胡蒙也来一杯。哎呦，我这几年中药我是真没白学。好盐，正好2双没洗的袜子送你们。那只咬人的浣熊走了1个多月了，这种性格的它真的会有人善待吗？与其过得不好，我想还是把它接回来吧。我靠，你这浣熊太生猛了，3只母熊都怀孕了，我就放了2只新母进去。孩子别接了，打扰他的幸福生活，这回来不得愁死我呀！于是乎，我就又买了个浣熊，这回从小奶到大，性格肯定能温顺。你可别让它跑了啊！小崽子没事。跑了，咱俩抓不住它。这司机大哥之前运宠物的时候绝对跑出来过。来 ，Timmy， 这小玩意儿有没有让绝育的你找回那么一丢丢母性的光辉？因为毛还没有长齐的关系，它需要28度以上的恒温饲养，所以暂时放在电饭缸的空调旁边。鱼缸盖赶紧扣好，这要是掉里了。另外，小动物刚到新家的时候，可以放一些主人的贴身衣物进去，让它尽快的熟悉味道。正好2双没洗的袜子送你们。哥的这个治愈呀，这只养大了肯定不再咬我。是不是钢棒？哎呀，自己奶大的就是粘人啊！另外，我给它的整个胸声都做好铺垫了。断奶之后，直接搬入豪华大单间。等它再大一点，直接进老浣熊的房子，我再给它找一老公。就连它断奶之后的猫粮，我都囤了这么多。住手！这是哪位爪下的杰作呀？这是给浣熊准备的，你俩配吃吗？这款窝窝猫粮可是正经鲜肉粮，还是鸡兔双拼口味的，42%粗蛋白，不仅有鸡肉通果粮，还有生骨肉、鸡肉、蛋黄等真材实料的冻干。这么丰盛的粮，吃了不得嘎嘎长肉啊！1年的检测更是多达900多项，这品控水准我吃都 OK。这么好的粮，你们配吃吗？配。Timmy 肯定配。来 ，Timmy 吃饭饭。你吃2口得了啊！浣熊报复心贼强，瞅我脚脖上这疤没？你抢他口粮，等他长大指定长不了。我这边安顿好了，完了那个饲养还有啥需要注意的事儿，你都跟我说一下呗。那个奶每天最少喂4顿，吃完奶以后15分钟一定记得得开奶嗝，否则会胀气。另外最好是先吃完奶，否则为了容易拉肚子。不是，那这些步骤得持续多久啊？至少要1到2个月以后才能断奶。我这不过生日嘛，完媳妇儿给我订个冰激凌蛋糕，打开盒的一瞬间是这样的，无非就是商家摆错了嘛，小事儿。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祝福语，媳妇儿，我采访你一下，你当时你咋想的？你告诉我来。我明明写的老公生日快乐，我这都有证据的，你看。这商家不还得合计，这老两口肠胃挺好啊，老伴儿过生日给整冰淇淋蛋糕。来吧，老公主，吃蛋糕吧，我一会儿再把那其他人的蜡烛给你插上。犬瘟真散开了，不得把我这地下室给团灭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前2天晚上，浣熊突然之间开始拉肚子，那个拉肚子画面啊，就不给大家上了，那个太下饭了，我怕你们长胖。当时我也没在意啊，毕竟它状态这么好。但是我朋友说浣熊跟犬科是近亲，也就是说它是能得犬瘟和细小的，让我赶紧带去宠物医院检查一下。走吧，腹泻熊，得亏你来的时候装你这盒我没扔，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别抖搂着了。因为当时已经是半夜了，我常去那家宠物医院关门了，于是我就找了家附近唯一一个24小时开门的宠物医院。你这啥命啊？出生没到100天都做上核酸了。取那些够吗？不够，那得再取点，你取一取。这会够了。浣熊先放回车里，吹暖风等结果。兄弟们，晚上真的千万别一个人出来，真不怪别人说太危险了。这全是口罩啊！大姐，烤冷面多放点酱啊。然后当晚检测结果显示细小犬瘟皆呈阴性，但是犬瘟马上到达临界值，也就是说它可能感染了犬瘟，但还没发病。我赶紧查了一下，发现犬瘟致死率高达80%。犬瘟真散开了，不得给我这干团灭啊！那电鳗离它那么近，水里的好像没事。那陆地上的，猫好像不得犬瘟。那袋鼠的体质，那狐獴还有土拨鼠，好像都离犬科有点远。唯一是犬科的奥利奥现在在训狗学校。那盒子传开了，好像没啥事儿哎。奥利奥在你那儿多放一阵儿吧，我这犬瘟了。不是我能得犬瘟呢我。完了，奥总的连夜给我送来了一个保温箱。原来养啥的？你养的都变成嘎了。有没有吉利点的箱子？给我换一个。大那嘎的更狠。那算了。因为浣熊现在没有明确确诊犬瘟，所以需要观察2天看看发展。奶里面我也加了很多蒙脱石散等拉肚子药。观察几天后，我带它去我常去的那家宠物医院做了 PCR 犬瘟试剂和抽血等全面检查，最后结果显示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单纯拉肚子，那他就是可能之前结果检测错了呗，或者是有病毒他自己给战胜了，是吧？大夫说以上情况都有可能，并且给出了他拉肚子的又一个可能原因，我喂多了。
不是，那评论里头怎么那么些人都说我这个浣熊养不活呢？那不纯扯淡的吗？我一宠物博主，我从小带大个多少动物啊？就比如3年前那个真肖章鱼，刚来的时候连做个章鱼丸子都嫌料不够，当时我给他的伙食可以说是顿顿打螃蟹。后来那干脆铁板鱿鱼那铁板都煎不下，再后来就成鱿鱼丝半成品了吗？但这毕竟是个意外啊，他是自己打开鱼缸盖从鱼缸里跑出来，结果找不着回去的路就干死在地上了。那别的我养的不也挺好的？就比如我的很多鲨鱼，刚来的时候那都是40-50厘米长的小不点儿，在我这儿一顿又一顿，好吃好喝供着，最后就按那臭腰吧。那个海鱼确实不好养，咱再说淡水的。淡水的这个电鳗刚来的时候体长1.3米，什么牛啊泥鳅，好吃好喝一直活到今天，体长现在1.7米。哥们儿，你当时来的时候穿那真高了。这个鱼的生长速度毕竟受水体限制，那陆地上的我养的非常好啊。就比如狐獴和土拨鼠，刚来的时候瘦小枯干，弱不禁风，栽栽愣愣，跟头把式。经过我每天一把屎一把尿，含辛茹苦的喂养它们，现在肥的跟猪似的，盖上章都能直接出栏了。还有我家那袋鼠钢镚儿，刚来的时候那是又瘦又小，没比浩仔要大多些，那不也是我一天4遍奶喂了几个月？哎，对，就是浣熊现在用的这个奶瓶，同样的奶粉，喂的次数都一样。就这样，我把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奶袋鼠拉扯大了。今天的它可以说是气宇轩昂。我都后悔给它养那么大了。你先别吃了，突然想起来，浣熊这玩意儿长大也挺生心，咱一顿少吃2口，慢慢长啊。不是，你老公养鲨鱼和电鳗，你就养个这玩意儿？我想我怎么家里养了几百只宠物，受我影响，我老婆终于老公给安。老公的含义就是在家里到老了那天也要完成媳妇安排工作的人。根据笼子大小推断，应该是养龙猫、刺猬、荷兰猪之类的。养什么都不告诉我，自己出去接宠物，还让我在家做苦力。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也要在家等一个老成员回家，他就是我家一手地下室的管理员奥利奥。训犬学校终于学成归来！我脱鞋去吧，继续帮我管理我的江山。哎呀，有他在，我又可以过上那种人仗狗势、高枕无忧的生活了。但是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果然。他发现蟹黄面不在了，蟹黄面是唯一一个能跟奥利奥打成平手的存在，他俩的关系可以说是1比1。后来因为咬我被我送走了。奥利奥，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以你的智商你能听明白，蟹黄面之前咬了我，我猜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带他去了游乐园。在我上厕所的时候，他正巧目睹了一群黑衣人在进行可疑交易，当时他使足了偷看交易，没注意到另一个同伙正从后面靠近，他被那人灌下了毒药，醒来之后发现卡了大嘎基心的西马提达，因为心急之蛙一字莫提都是，所以他就是蟹黄面，你能信不？取回来了，想打开我看看来。你等会儿啊，我这个死角拍。好嘞，亮个相吧。这位比你脚脖子还矮的物种，我没猜错的话，是叫吉娃娃吧？你拿一下来，别动啊。你脸怎么那么长呢？不是大姐，你1.74米大个，你整个吉娃娃？你再看咱家电鳗、鲨鱼、袋鼠、浣熊，哪个不是很长的？你整个这玩意儿干啥？我就喜欢我能驾驭得了的宠物。你养个金毛拉布拉多不一样能驾驭吗？我跟你讲，养狗这东西就得养大狗，大狗这玩意儿劲儿小的千万别养啊！刚才这不奥利奥搁这儿酸呢来着，他那个不酸他不拉屎，完了过来个小狗，他就好奇往前一冲，完了就有一把我给薅住了，我聪不聪明不知道，那是真有劲呢，这是没损坏公物啊，因为这是我自己家的外墙。我收回刚才的话啊，养吉娃娃挺好，这玩意儿我估计给它拴根筷子上插地里，它都不带给那筷子撅动。这玩意儿能焊上吗？就那个柯南风给AI变身都刷走了，我好像在这素材库里面植入了点不得了的东西。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个 AI 有网友试过了，它能识别动物，这业务我熟啊，当时我就寄出了这张照片，填补一下它素材库里面袋鼠的空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那袋鼠变成小夫就算了，老聊屁股咋变成企鹅了呢？完了，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没有关系，因为 AI 是可以通过不断收集素材来进化的。然后我又让它识别了一遍，结果柯南风就是把一个套着狗皮毛裤、四肢不全的柯南箍上去了。再次识别，狗没了，继续识别，都没了。然后我就换了这张照片，有人的它肯定好识别嘛。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这边其实还好，只是把袋鼠识别成了一个长着人手、抱着拳、表情怪异的猫而已。但是第二遍只有一个，然后有我的我就不敢再识别了，他再识别下去，我指不定变成啥了。最炸裂的来了啊！这张图，我以为他顶大天能把浣熊识别成猫，结果第一张
直接识别成2头小羊。识别第2遍，浣熊突然变成一头异形。识别第3遍，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他直接给狗脑袋吃了。不是，我好像给他培养活了。就反正以后你们喜欢的主播发这种 AI 变身被啥玩意儿给吃了，这话别赖我，我这也算主动交代了。帅，给我弄他！听我一句劝啊，宠物搁家里养多少都行，就是不要在家里养野兽。就比如说我养的这只袋鼠，别以为这玩意儿是吃草的就老实，实际上就是一个逮谁跟谁干架的野兽。之前看这个水盆架没？叮咣的一天能干翻4、5回。昨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它箱子里的太阳灯躺地下了，我合计这玩意儿行啊，还会拧灯泡了。结果发现它是硬给薅下来的。监控录像搁这儿呢，绝对没摆盘啊！他最近确实不顾烫手的多次对灯罩发起攻击。不是这灯罩是掰你口红了，还是抢你游戏机了？你这么干他呀？钢镚，你镜头前给我注意点形象啊！这1000多万个叔叔阿姨不想看你长大，哎，手机又死了。钢镚，那个你做叔叔阿姨们脸上行，但千万别拉屎啊！为了让他发现那无数安放的兽欲，我现在基本门不关，让他随便跑，直到刚才。我刚买的化妆品，你看他给我弄的。那孩子乐意玩呗，化妆品不没坏吗？行，这钱从你下个月就扣了啊。你等着，我现在我找奥利奥教训死他吧！奥利奥，人上狗吃的，招真神奇了。这都是在《野兽领主新世界》手游学的，模拟真实自然战略，上千万海外玩家都爱不释手。在这里，你只要掌握动物们的自然习性，就能运用动物的特性制定不同的战略。不管是占山为王，还是成为存量大亨，都是小 case。听起来有点意思啊。而且现在登陆第2天，还有怪兽领主屯戈尔和王牌侦察鹰战鹰联手发放的一头大熊猫和超多资源等你包，你说你不心动吗？这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奥利奥赶袋鼠就像回羊圈似的，没啥难度啊。难道袋鼠长大了，奥利奥就害怕了？不行，这场地太大了，这袋鼠可攻可守的。奥利奥给他避角落去，别让他在空旷的地方。哎呀，上擂台赛加比主场作战，不对劲啊！奥利奥好像被钢镚压制了呢。奥利奥别光躲，斗志！哎，进你窝了，这你能忍？对，给他整出来，让他知道这个地方谁是老大。你躲进去干啥？他找我呢，你看着没？这你不干他？行，我算是知道为啥边牧当不了警犬。你看，从气质上就输了，这纯是一个理智狗遇到疯批的反应吗？哎呀，行，你出来吧，赶紧的吧，我瞅你都可怜，快点吧，赶紧关门，我现在我都害怕了。那个问一下，谁家有养那种更疯的动物？你借我一下，我想试试用魔法打败魔法。